我们这一系列的视频都是你去采耳的时候都踩过哪些坑啊？然后这里有网友就回复了说，现在的店确实是越来越多，到处满大街打着采耳的招牌都很多，然后有的店装修的特别的豪华，特别豪华。他说，然后他们频繁的就是师傅啊、技师啊换的太多了，所以他说去做了采耳，然后感觉并不是很专业。就他这个话题我也说一下啊，就是他这因为上一个视频我提到了说店里的项目太杂了的可能往往都不专业啊，然后他这也说了，他说项目太多了，然后怎么样？其实因为采耳它是一个相对来说需要你专注力很强的一个工作，其实有时候我会在想说采耳它类似于像干什么呢？我有时候在采的过程当中，我就会在想这个问题。我在想，其实我们采耳更像是一个师傅，像以前修表的那个师傅，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没干过，可能没有我体会那么深啊。我的体会真的就是，我们特别像一个老师傅在那修表，那个表的零件特别多，然后它还特别小，还特别细。但是有一个问题啊，表它不会疼，但是这个耳朵会疼啊。区别就在这里，所以你需要更小心，你懂吗？而且表它是一个死物，它没有反应，对不对？你大不了没修好，你重来，或者你修不好了，修不回来了。但是我面对这个耳朵呢，它是个人，而且它还特别敏感。我有时候会在想，其实我们采耳更接近于那个工作那种感觉啊。所以如果店里的项目太多了的话，确实会让师傅他不够劲。因为一下又做这个又做那个又做这个又做那个，它不够劲。然后采耳的时候，当你再去接触客人那一刻，你首先要做到是你自己的心要能静下来。如果你自己的心静不下来，或者店里的太吵了的话，都是会影响这个师傅的发挥的。你们认可吗？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网友他是怎么回复的啊？他说以前上学的时候，他就碰到过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店，然后里面有个师傅技术很好，但是他后来就可能没有遇到那个师傅了，然后他又去那个店，然后碰到另外一个师傅，然后就不是很好，然后他去的次数多了，然后他找到一个师傅还可以，但是一直好像是说没有之前的最早他遇到那个师傅的好，所以但是他觉得取在中间的一个水平他也能接受。那就这个问题我也跟大家聊一下啊，就是一个店里如果是专业采耳店啊，咱们说的是专业啊，如果一个专业采耳店，比如他有5个技师或者是4个技师，6到8个技师，大一点的店都有，这6个人或者这8个人一定会有好的有不好的，但他的不好可能会比那种相对不专业的肯定还是要好一点的，但一定会有那么3个4个还是可以的。其实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啊，也不一定是说这个好的师傅他掏所有的人都是好的，这个好的师傅他肯定是有好的点，或者很多的细节做的还不错，或者是相对来说偏专业一点，但是也会有客人觉得他掏的不好。这个点在哪里呢？就是有时候会发挥的不好，任何工作你总会有一次或者是发挥的你觉得今天我发挥不是特别好，因为采耳还是那句话嘛，它是一个细活，你一定会有一天碰到一个客人，你会觉得我发挥的好像没有那么好，那这个客人可能就会觉得你掏的不好，但实际上大部分客人还是认可你的，包括我自己，我也有客人会觉得我掏的不好的，但是可能来10个人不能这么说，可能100个人里面能觉得我掏的不好的，我觉得只有1个人。这只是一个概率问题，一定会有的，你们认可吗？我觉得是这样子的。但是你100个人只有1个人认可你做的不好，其实你的概率就已经很低了。那如果100个人里面50个人觉得你做的还可以，50个人觉得你做的不是很好，那其实还是需要提高的，你们说是不是？来说下一个问题吧，下一个问题是专业一定要看工具是不是一次性的，然后手法的熟练程度，然后他说都是因为采耳店嘛，都是小成本运营。他说他去他们县城或者是他们那个当地啊，走了好几个店，然后发现所有的店居然都是同一个老板开的，这个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啊。
首先，采耳店的话，如果只是说做专业采耳店，不带其他的项目的话，其实采耳店的一个投资并不会太大，很多人都可以开，这是实话。但是你把一个小的店，你要是做一个相对来说比如要求细节比较多的一个点的一个项目的时候，你能否给它做好，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啊。开店嘛，其实人人都可以开。但是这个店它需要开下去啊，对不对？它需要运营啊，你需要能不能留住你的员工啊，或者是说客人来了他认不认可你，他能不能回头啊？其实这个是需要用心去经营的才可以。所以你看我在北京，大家都知道，我在这个地方，我这个店开了6年了。那这6年时间，这附近走了很多采耳店，也开了很多新的采耳店，也走了，这都我眼看着的他们的流动性。所以开店很容易，就是运营还是需要用心的，你们说是不是？我们这个视频讲一下工具消毒吧，我觉得这个是大家都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到底他有没有消毒，消毒有没有消到位，他是否真的说做到了1克1消毒？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人心的问题。就像我经常会跟我们店里的师傅说，我说如果这个工具进到别人的耳朵里，如果没有消毒，再去给你掏耳朵，你愿意吗？如果你都不愿意，就请你不要这么做，那你就必须去做到1克1消毒。说实话，有时候我也会不在店里，我不可能每一个人都盯着他们，对不对？这真的是一个自觉的事情。首先你要灌输他们这种观念或者是这种思维，然后加上你严格的要求他们去这么做，然后他们自己从心底里是觉得我这么做是不对的，然后他说哎，那我去做到这一点，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没有任何一家店说你做完一个客人，老板也好啊，或者是说店长也好，去盯着你去消毒，不可能的，或者去查监控，是不是？所以我经常会是告诉他们，就是咱们得站在别人的立场考虑问题，你要换位思考。如果这个事情你自己你都不去做，就像你饭店做的饭你自己都不吃，你卖给别人吃是一个道理的。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所以去告诉师傅们，让他们第一告诉他们这种观念，然后责任心，然后站在别人的立场去考虑问题。再一个就是你要严重警告他们，就是如果你们不去做到1克1消毒，如果客人的耳朵出现问题了回来找你，要自己负责任，店里不给你负责任，因为这是你个人的失误造成的。那他们会想说哎，我要负责任，对不对？这是人性。还有一点就是哎呀，刚才讲完这一点把上一点给忘了。还有一点就是对他们每个客人都这么做之后，他们就会养成习惯，就是做完客人就会消毒，做完的客人就会消毒，就会养成一个习惯。我觉得养成习惯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们说是不是？